你还吃？从拜堂到现在，你的嘴便没有停过。宋家娶的是媳妇儿，还是一头猪？母亲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算命先生，非说你命格硬，能压住我身上的霉运。依我看，你也只有胃口够硬。怎么，终于知道羞了？怕弄脏你的衣裳。什么？甄吉祥，你放开我！我是你夫君。你骂我？我不过说你两句。女子出嫁从夫，你既然进了宋家的门，就该守宋家的规矩。明白了。宋家的规矩是可以随便骂人。那我也教你一条我的规矩，骂人要挨打。你敢打我？敢。甄吉祥，放手！你这个泼妇，我要休了你！你不过是母亲花钱买回来替我冲洗的女人，等我的腿好了，我第一件事便是休了你。哼，到时候我照样骑马喝酒，日日去春风楼听曲。青楼妓馆，我想去多少次便去多少次。你的腿是在春风楼摔断的？那是意外。听说你为了替花魁出头，同人争执，踩空楼梯滚了下来。关你什么事？确实不关我的事，不过你的腿刚接好，再断一次，应当也不会太麻烦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若是还敢去春风楼，我便把你的腿重新打断，胳膊也一起。你敢？甄吉祥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你等着，我要告诉母亲。你还有话说吗？看来虽然摔断了腿，脑袋却没有彻底弄坏，至少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。母亲，就是她，她昨晚打我。这种女子怎么配宋家的少夫人？我要休妻，现在便写休书。吉祥，早膳吃过了吗？吃过了，厨房送来的包子不错。午膳再给他加一道酱肘子。是。母亲，现在是讨论酱肘子的时候吗？你昨晚喊得那样惨，我自然知道你挨打了。那您还不赶紧将他赶出去？夫妻之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金婚第一夜闹一闹，不算大事。他把婚床都捏断了，这叫闹一闹。吉祥，你捏断的？用了多大力气？没有用力。母亲，您究竟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他昨晚还说要把我的腿重新打断。你是不是又说了难听的话？我不过说他能吃。你还骂我像猪。当着我母亲的面，你还敢打我？不能打吗？能，怎么不能？我请你进门，除了替他冲挤，本就是希望你替我管一管他。母亲，您说什么？好吉祥，旭儿以后便辛苦你了，只要别闹出人命，其他的你看着办。夫人放心，我会好好教他。母亲，我才是您的亲儿子。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才不能继续纵着你。去年春日，你踏青落水；夏日，你骑马摔伤；秋日，你又被野猪追了3里地。前些日子，你为了春风楼的花魁同人逞强，从楼梯上滚下来，腿伤还没养好，又被蝎子咬了一口。宋训，你究竟还有几条命可以折腾？真的是。很好，学会闭嘴。
便算有救。留一半相思守大道，怕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这是你的身契，你进门之前，我们便说好了，只要你留在旭儿身边3年，替她压住命里的霉运，我便将身契还给你。这3年里，你若能帮她改掉一个坏毛病，我便另外给你银子。戒掉花楼，给银子；愿意读书，给银子；学会管账，愿意撑起宋家的门楣，我再给一笔大的。若是3年后我不愿留下呢？我亲自替你们做主和离。夫人，您说话算数吗？算数。 3年后我会来拿。你当真不想做宋家的少夫人？我想吃饱饭，也想要银子，可我最想要的是有朝一日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必等别人赏我一口饭吃。梁管事，夫人当真要让那个乡下丫头管少爷？一个连字儿都认不全的丫头，也配插手宋家的事？少爷养伤养得烦了，把这个送进去。可少爷的腿刚能下床，腿能走便该出去散散心，不然真让那个丫头把少爷管住了，哼，往后的日子岂不是无趣的很？怎么，母亲又让你来教训我？你刚才说要休我，现在写吧。写什么？休书，写。我双腿受伤，坐着写字不舒服。现在舒服了吗？我忽然不想写了。为什么？你让我写，我便写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就算你进了宋家的门，只要我不承认你，你便什么都不是。宋旭，我看中宋家能让我吃饱饭，宋家看中我八字够硬，能替你压住霉运。这是一笔买卖，你不用担心我赖在宋家。等你身上的坏毛病改了，我自然会离开。到时候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好日子。你当真愿意走？当然，我来宋家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，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祖宗伺候。少爷去了哪里？回少夫人，小的不知。当真不知？老爷只说出去走走，因为告诉小的要去何处。宋训走之前，谁来过院子？是梁管事身边的人送来一张纸条，带路。少夫人要去哪里？春风楼。姑娘买剑做什么？不杀人，接我夫君回家。夫人，里面都是贵客。我找宋寻。宋公子正在饮酒，怕是不方便见人。让开。宋兄成了亲便被拘在府里，未免太憋屈。今日既然出来了，便多喝几杯。莫非你当真怕了家中那位乡下夫人？我会怕她，不过是母亲一时糊涂，将她请进门替我冲洗。我堂堂宋家少爷，岂会被一个女子管住？说完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
接你回家。我不过出来听曲喝酒，你追到春风楼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是女子该来的地方。嫂夫人，男人在外应酬本就是寻常事，做妻子的管得太多，只会惹人厌烦。手里还提着剑，莫非当真想在这里动手？宋兄，你不会是真的惧内吧？甄吉祥，你先回去。我喝完酒，自然会回府。你母亲让你养好双腿，我让你在书房读书，你却偷偷跑到春风楼喝酒。我想去哪里是我的自由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有道理。乡下来的姑娘见到这种场面，终究还是怕了。这只杯子多少钱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回夫人，这是上好的白瓷杯，1套8只，要2两银子。这个呢？青花酒壶1只3两。桌子呢？紫檀木桌要20两。杯子2两，酒壶3两，桌子20两，这一桌东西我赔。现在你跟我回家。会？谁说我不回？我只是出来坐一会儿。我这是给他一个面子，不是怕他。先前宋训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是不是为了替你出头？夫人千万不要误会，宋公子虽然常来听曲，却从未做过逾矩之事。那一日，他只是同人斗气，对方说他不敢从栏杆上翻过去，他便非要证明自己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才会摔下楼梯。别人让你翻栏杆，你便翻。那日喝多了。若是别人让你跳河呢？我又不傻。我暂且信你。你先把剑拿开。你拿那个做什么？回府再说。宋兄，你当真就这么走了？甄吉祥，你今日让我丢尽了颜面。颜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朋友起哄2句便能替你撑起来的。宋夫人，小的会让人送账单去宋府，我批坏的东西我赔。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问。夫人请说。今日的酒菜是谁定下的？自然是我的朋友。我出来听曲，难道还要向你一一交代？雅间是宋府的两管事提前3日定下的，酒菜也是两管事安排的，还说宋商爷许久没有出来散心，今日务必要让他尽兴。两管事经常替宋旭定雅间吗？经常，账目大多记在宋府名下，有时是两管事亲自来结，有时月米一并送去宋府账房。不过几顿酒钱，梁叔跟了我父亲多年，他替我安排这些，也是怕我在外面受委屈。你母亲知道吗？回府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？吃喝玩乐，花楼听曲，账目也从不过问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只知道花钱的纨绔。你确实没用。甄吉祥，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？说好听的话能让你变得有用吗？若是不能，便没有必要说。不过你也不算彻底没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虽然好吃懒做，脾气坏，喜欢同人斗气，还容易被别人哄2句便找不到北，
但你今日知道跟我回来，说明还不算傻。若是愿意学，便还有救。你一个字都认不全的人，倒要来教我？所以，你教我认字。什么？我教你做人，你教我认字，公平。真吉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先生了。你不愿意？我可以考虑。那便算你答应了。我说的是考虑。回府之后，先教我认账单上的字。真吉祥，再教我看账簿。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怎么了？母亲，真吉祥提着剑闯进春风楼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劈开酒桌，还将剑架在我的脖子上。儿子以后还有什么脸出去见人？动剑了。吉祥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母亲，受伤的是我。只是擦破一点皮，可见吉祥还是心疼你的。这也叫心疼？若是不心疼，方才那张桌子便是你的下场。夫人，春风楼的酒桌是我劈坏的，银子已经赔过，但今日的酒菜不该从宋府账上出。梁中，梁叔跟了父亲多年，不过替我安排一顿酒，何必大惊小怪？你可知道这桌有菜要多少银子？10几两，38两。这么多？你父亲还在时，一年俸银也不过几百两。你出去听一次戏，便花掉38两，这样的账目，梁中每月替你结过多少次？去账房，把近1年的账册全部拿来。夫人，听说少爷回来了。少爷年纪轻，有时在朋友面前抹不开面子。老奴看着少爷长大，难免多疼他一些。若有不妥，夫人尽管责罚老奴。母亲，梁叔也是为我着想。够了！今日若不是吉祥将你带回来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喝下去？明日若有人哄你去赌坊，你是不是也会去？后日若有人拿着宋家的银子哄你做更荒唐的事，你是不是依旧觉得对方一心为你好？我没有那么蠢。38两银子，你连自己喝掉多少银子都不知道，还敢说自己不蠢？夫人说的是，老奴以后绝不会再擅自做主。近1年的账册，你亲自送来。是，夫人。这么多，你不知道？夫人，这些账册能不能让我带回去看？你认得上面的字？不全认得，所以让他教我。我？你读过书，也识字，总不能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账册可以带回去。旭儿，从今日起，你每日在书房读书1个时辰，再教吉祥认字看账。母亲，我伤才刚好，读书伤脑，坐久了也伤腿。他若是不肯学，也不肯教你，该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你认字便认字，为何还要吃东西？饿。你午膳吃了2碗饭，还吃了1只鸡腿。饭是饭，点心是点心，怎么能一样？这是酒。酒？这是38两。38两可以买多少只烧鸡？
我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明日去问厨房。这是支出，这是入账。春风楼酒宴38两。丑。不过，勉强能认出来。能认出来便好，以后会写得更好。少爷如何？少爷被少夫人押进了书房，夫人还将账册交给少夫人看。他看得懂？他不识几个字，正在让少爷教他。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真以为学会几个字便能插手宋家的账？可夫人已经起了疑心，春风楼这条路怕是不能再走了。花楼不能去，那便换一个地方。年轻公子戒得掉花楼，却未必戒得掉赌桌。只要宋洵重新变回那个只知道花钱的废物，一个刚刚学会写名字的女人，又能查出什么？做什么？昨日教你的字，先认一遍，认对了才能吃。从今日开始，在书房里，我才是先生。先吃一块，吃饱了再学。这还差不多。这几个字，昨日便教过你。忘了。你记得厨房今日做红烧肉，记得桂花糕藏在哪只食盒里，记得我上个月砸坏的花瓶值8两银子，怎么偏偏记不住3个字？红烧肉和银子比较重要。抄10遍，抄完再吃一块。可以。你倒是好哄，有吃的自然好说话。你从前当真经常吃不饱。家里穷，弟弟年纪小，娘说男孩子要长身体，家里有好吃的都得先给他。那你呢？我饿一顿死不了。今日的都归你。你不吃？我不爱吃甜的。你今日还算懂事。我本来便很懂事啊。你继续写。少夫人想学管账？想，我以后想自己开铺子。少夫人若缺银子，只管同夫人说便是。别人给的银子总有花完的一日，我想知道银子该怎么挣。先从这一本开始，每日看懂1页，不必急。多谢先生。宋夫人，贵府少爷从我们赌坊借了500两银子，约定1月归还。如今期限已到，还请宋府结清。旭儿去赌钱了？借据上有宋公子的亲笔签名，至于银子如何用，宋夫人不如亲自问他。去账房支500两银子，先把这笔账结了。是，夫人。宋夫人爽快，既然银子已经结清，小人便不叨扰了。今日的事，谁也不准告诉少夫人，她若知道，定会生气。可少夫人每日都在账房，500两不是小数目，怕是瞒不住。能瞒1日便是1日，我会亲自问旭儿。吉祥，你何时来的？从夫人让春桃不要告诉我的时候。这件事我还没有问清楚，或许其中有误会。赌坊的人已经拿着亲笔签名上门，还有什么误会？宋训在哪里？应当快回来了。好，
等他回来，一起吃饭。吉祥，你多吃一些。你近日总在账房看账，太辛苦，多吃点，养好身体。养好身体做什么？自然是养足力气，好打你吗？解释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赌府掌柜亲自送来。你借了500两，去赌钱了？没有。那银子去了哪里？不关你的事。再问一次，银子去了哪里？我说了，不关你的事。你母亲替你还了500两，你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银子是我借的，日后我会还给母亲，与你无关。这段时日，你愿意读书，愿意教我认字，也不再去花楼。我原本以为你当真有了改变，可如今看来，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胡闹。宋家有再大的家业，也经不起这样折腾。伸手。甄吉祥，我说了，不关你的事。伸手。你不是喜欢讲道理吗？今日连缘由都没有问清楚，便认定我去赌钱。既然你已经认定了，还问什么？打吧。你不解释。不解释。你宁愿挨打，也不肯说。是。好，那便随你。夫人，想玩2把？我找掌柜。掌柜忙着，有何事同我说也一样。宋训从这里借了500两银子，我要问清楚，他将钱输在了哪一桌？宋夫人，里面请。夫人今日为了宋公子的事而来。是，他借了500两，输了多少？分文未输。什么意思？宋公子确实从赌坊借了银子，但他没有在赌桌上下过一注。那日他拿到银票便走了。赌坊为何肯借钱给他？宋家家大业大，宋公子过去又时常来玩。500两虽然不是小数目，但对宋府来说也不至于还不上。况且替宋公子作保的人是梁管事。梁中？梁管事说，宋公子急着置办一件东西，暂时不想让府中知道，只需宽限1月，宋府自然会还钱。夫人若不信，可以问赌坊里的人。宋公子那日确实没有下注，之后也没有再来。多谢。夫人客气。梁中平日里常来赌坊吗？梁管官认识的人多，有时替府里的贵客传话，有时也会陪人坐上2局。少夫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替少爷办一点事。什么事？不能说。宋寻让你瞒着我，可他为何要买成衣铺？甄吉祥，宋训，这间铺子是你买的？还有3日是你的生辰，原本想等到那日再给你，如今惊喜全没了。你借了500两，就是为了买这间铺子？你不是一直想开铺子吗？胭脂水粉、绫罗绸缎，总要选一样。我看这间成衣铺位置不错，离宋府也不算远。给你，原本想等到你的生辰再给你，如今既然已经被你发现，也没有必要再藏着。你为了买铺子，去赌坊借了500两，还瞒着所有人。我本想从账房这银子，可你每日都去账房，若是突然少了500两，你一定会发现，我只能先从外面周转。你收下了。拿回去，这间铺子
我不能收。为何？你嫌弃这间铺子不够大，还是觉得位置不好？都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不要？你不是喜欢银子吗？你不是想开铺子吗？如今铺子就摆在你面前，你又装什么清高？宋迅，我喜欢银子，也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铺子，但我要的是我自己挣来的，不是你欠着赌500两银子偷偷买来送给我的。我可以还。你怎么还？你若是真想送我东西，送一只簪子便够了，哪怕只送我一块糕点，我也会收。可这间铺子太贵重，我不能拿。你从母亲那里拿银子时，倒是拿得痛快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夫人给我银子，是因为我帮你改掉坏毛病。我们早有约定，你不再去春风楼，我拿20两；你愿意读书，我再拿一笔。银货两记，谁也不欠谁。可你送我的铺子不一样。所以，在你也什么都可以算得清清楚楚。我对你好，也要明码标价。不是，正因为你对我好，我才不能收。这不是一份礼物，是一笔债。你若是真的想变好，便不该为了让我高兴，又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情。好，不要就不要，又不是多值钱的东西。我昨日不该没有问清楚，便认定你去赌钱，戒尺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也知道自己有错，那你打算如何赔我？回去后你可以打回来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会打女人的人？那你想要什么？算了，不想要了。还有，明日你别去书，小爷心情不好，不想教你认字。那我便去账房找周先生。吉祥，旭儿第一次这样用心替别人准备礼物，你当真不愿收下？不能收，那间铺子对宋家来说不算什么，可对我来说太贵重了。你这孩子，别人都恨不得从宋家多拿一些，你倒好，送到手边的东西也要往外推。夫人，我可以拿我该得的，却不能拿不属于我的。今日我收下一间铺子，明日便可能觉得宋府的一切本就该有我一份。人的贪心是会一点一点养大的。我最初嫁进宋府，只是想吃饱饭，如今我又想认字，想学账，想自己开一间铺子。我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所以我更要记得，有些东西只能靠自己挣。旭儿若是有你一半清醒，我也不必如此操心。这件事我会劝他，不过旭儿心里大概不好受，你也别与他置气。我知道，我会同他说清楚。少夫人今日怎么来了？想请先生帮我看一件东西。少夫人，这间铺子位置不算太好，前任掌柜经营不善，已经空空大半年。按照如今的市价，最多350两，中间差了150两。这间铺子不是原掌柜直接卖给少爷的，中间还有一名经手人。梁中，又是他。先生，宋府近几年的账目您都看过吗？梁管事负责外面的铺子和庄子，每月送进账房的只有汇总后的账册，其中细账大多留在他手里。过去夫人信任他，从未仔细查过。若是想查清楚呢？少夫人，这不是小事。梁管事跟了宋家多年，府里许多人都听他的。您刚刚进门不久，若是贸然查账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先生说的对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所以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等我真正看得懂那些账册，再慢慢查。梁管事，少夫人没有收铺子。没有收？是，少爷同他在长街上争了几句，回府后便将自己关进书房。这个甄吉祥，倒比我想象中麻烦。那间铺子的银子，赌方已经拿到了500两，其中150两，赵掌柜会按照约定送回来。少爷既然不肯收回铺子，怕是还要继续闹。
闹便让他闹。宋训越是觉得委屈，便越容易听旁人的话。一个从小被捧着长大的少爷，最受不了的便是有人不把他的心意当回事。明日去找许公子，告诉他宋训心情不好，请他去临江酒楼喝一杯，再让赵掌柜尽快将铺子的细账烧掉，别留下尾巴。是。少夫人，少爷一早便出府了。去了哪里？方才守门的人说，许公子的马车来过，少爷似乎上了他的马车。许公子平日喜欢去哪里？临江酒楼。宋兄，不过一间铺子，嫂夫人不识抬举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？依我看，他根本就没有将你当成夫君，不过是仗着伯母宠他，才敢对你呼来喝去。成亲这么久，他可曾真正对你好过？日日拿着戒尺逼你读书，当众闯进春风楼，让你颜面尽失。如今你特意买下一间铺子送给他，他倒好，说不要便不要，分明是没有将你的心意放在眼里。够了，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。宋兄，我可是在替你抱不平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同兄弟生气？他不收铺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的事还轮不到你们替我做主。甄吉祥，嫂夫人，今日怎么没有提见？你来做什么？抓我回去？不是，有几句话想同你说。你们先走。宋夫人，男人管得太紧。许公子，你身上带着赌坊里的熏香味。宋巡没有赌钱，希望你也别带他去。夫人说笑了，我从不进赌坊。铺子不收，如今又追到酒楼。甄吉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宋巡，我帮你改掉坏毛病。夫人给我银子这件事你是知道的。你每次拿到银子，比看见我高兴多了。但有一件事，夫人没有告诉你，3年，我只会在宋府留3年。什么意思？夫人答应过我，3年之后将身契还给我。若是我不愿意继续留在宋府，她会亲自替我们做主和离。所以，你一直在等着离开。你教我认字，去账房学账，攒下银子，也是为了离开。哼，甄吉祥，你还真是算得清楚。我必须算清楚。我若是不替自己打算，3年后离开宋家，便只能重新回到那个吃不饱饭的家里，或者再被卖给另一个人。宋旭，你可以不在意银子，也可以不在意一间铺子，因为你从出生起便有宋府这个永远的家。可我没有家，我必须自己挣一个，所以这间铺子我不能收。我可以靠自己挣，也一定会挣到。若是3年期满，我不想和离呢？甄吉祥，若是我不想让你走，宋训，我们之间只是交易，希望你不要掺杂别的感情，好吗？我们之间的时间不多了，能不能给彼此多留下一些美好的画面？少夫人，今日不是去找少爷了吗？找到他了。少夫人，铺子的事情已经查清了，是梁中从中动了手脚。锦绣坊只是其中一间铺子，梁中这些年将宋府的布料、粮食和药材以低价转给外面的商户，账上却按照高价支出，差价全部进了他自己的口袋。锦绣坊只是其中一间铺子，梁中这些年将宋府的布料、粮食和药材以低价转给外面的商户，账上却按照高价支出，差价全部进了他自己的口袋。把这些东西交给老夫人吧，让她去处理梁中吧。我也该为我自己做打算了。吉祥，你当真要走？旭儿如今已经变了许多，你若愿意留下，
宋府不会亏待你。夫人，当初说好的，3年之后还我自由。你为何如此执意离开？因为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宋家少夫人的身份，是有朝一日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必等谁赏我一口饭吃。你已经决定了？不能，签吧。季翔，我是真的想留下你，可我真的想走。谢谢。以后这里便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的家。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宋旭已经变好了，宋府也有银子。你若留下，这辈子都不用吃苦。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日子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吃饱饭，想挣很多银子，想有一间自己的院子，想什么时候回家便什么时候回家，谁也不能将我赶出去。至于以后要不要重新喜欢一个人，都可以慢慢考虑。因为如今我的人生终于握在自己手里。